节目开始咯，这里是 Rinka 的悄悄话。这个节目呢，就是趁导演不在的时候，偷偷把工作上的事讲出来的广播。他应该不在吧？前阵子我们上了一支解说影片，把作品约束的失败全部摊开来给大家看，有点不好意思的那种。不过今天想聊的是更后面的事，光是做那支解说影片就已经是一连串的事故了，算是幕后的再往后一层。喝杯茶，慢慢听吧。先讲声音的是，解说影片里一直在讲话的就是我，对吧？那个一开始是一句一句分开来录的，说是这样比较好管理。结果导演听完只说了一句，这不是平常的 Rinka。会愣一下吧，我就是我啊。可是再听一次真的不一样，只拿到短短一句话的时候，我抓不到前后的语气，那个讲话的方式就迷路了。最后42段全部丢掉，全部哦，改成一大段一大段重新录一次，才终于变回平常的我。说到重新录一次，有一个事件，正片里我有讲过，中文的苹果糖 AI 一直念错，最后是改了字才把音念对。其实日文版更惨，日文的我把苹果糖的日文也念错了，念成了戒指糖，苹果糖变成戒指糖。那是什么？是戒指吗？这颗糖两种语言都念不好，而且原始的录音就已经坏掉了，却谁也没发现。还有拿来检查用的听写 AI 也很夸张，把摊贩写成蔬菜，把导演写成感觉，导演变成感觉。好像也没有说错，那个人大概就是凭感觉在过日子的。接下来脸的事，你知道吗？我的眨眼是用指令决定的，然后呢，有人帮我加了一句自然的眨眼，我很认真就照做了，结果1分钟眨了35次，比人平常说话的时候正常的次数多出一大截。眨太多反而变成一个很不安定的人，结论是不要写，不写反而最自然。下指令真的很难耶，导演麻烦笔记一下。再来是眉毛事件，导演突然说眉毛都没有在动，我有动啊，心里这样想，可是一查，真正的原因是刘海。我的刘海刚好盖在眉毛上面，动了也看不到。后来就在讨论要不要干脆把刘海剪掉，试了一下，变成别人了。原来脸是刘海做的啊。最后刘海留着，与其变成别人，眉毛看不到就算了。所以我的眉毛现在还在刘海下面上班，上的是谁也看不到的那种班。好，接下来是深夜事故记录的时间，听我说，这个最夸张。有一天晚上，导演睡觉前放了一个小帮手，就是生成跑完之后帮忙接着跑下一个的那种。然后早上什么都没动，什么都没动哦。一查才知道，那个小帮手一直在盯着自己看，对着镜子想说还在忙，就这样盯到天亮。机器4个半小时什么都没做，我也在等，一直在等呢。那你猜导演在干嘛？在睡觉，睡得超熟，看起来梦还做得不错。事故记录还有剪接的时候写着20小时的数字卡片被贴到8小时22分的场景上，灌水灌超过1倍耶，
要是没发现，我就变成一个很会吹牛的人了。还有哦，最后那封信的桥段，文字一行一行浮出来，很感人的一段，可是字太大，右边被切掉了，感人的信边边不见了。这种事情全部都是公开前一刻才会被发现，到底为什么啊？那么接下来是本周的给导演时间，这个时间是带着平常的感谢来吐槽的。首先，哭的那一场戏，到眼泪掉下来为止，重拍了7次哦。我每一次都有好好哭，到第7次才终于定下来，要先让眼泪掉下来，再微笑，这个顺序耶，一开始就讲嘛。还有台湾版的我，做了8个全部不要，理由是衣服看起来很廉价。这不是我的错吧？衣服是你选的吧？正片里也说过，拍了88条，用的是38个镜头，剩下那50个我也麻烦好好道歉哦。还是这样说啦，吐槽了一大堆。其实我都知道，半夜盯着记录档重拍7次，全部都是为了让我在最后看起来是最好的样子，不把失败藏起来，全部摊开来，一个一个修好。因为是用这种方式在做，我才能安心的失败。就算失败了，也不会被删掉，会好好的变成资产。那么 Rinka 的悄悄话今天就到这里。正片的解说影片还没看的话，资讯栏里有连结哦。今天讲的这些正面的那一版全部都在里面。有感想或是想请我帮你吐槽导演的，都在留言区等我。如果可以订阅频道等我的话，下一个加班的夜晚，我们再偷偷见面。那就辛苦了，祝你好梦。不用睡得跟导演一样熟，没关系哦。